上帝的女儿向所有人类的死期公布。当人类得知自己的死期后，纷纷开始一系列骚操作。网红小哥被告知还有62年寿命，于是他就开启直播跳楼，粉丝都劝他冷静冷静，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下一秒，他竟然砸在路人身上，毫发无伤。不信邪的他又开始直播跳飞机，在他跳下去的一瞬间，另一架飞机接住了他。小哥又是啥事没有。这个洗澡的大姐看了眼手机，上面显示他还有2分钟寿命。大姐淡淡一紧，先是拔掉旁边吹风机的插头，然后来到厨房关紧煤气罐，看到柜子上的罐头要掉下来，又小心翼翼地将其推回去。就在这时，柜子突然倒塌，把大姐砸死了。一时间，所有媒体纷纷报道死亡预言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上帝的女儿小美所为。她有一个不着调的上帝老爹。一开始，上帝用电脑创建了城市，不过这明显有点空落落的，于是他就创造了长颈鹿逛街，还安排了公鸡看母鸡下蛋，老虎宅在家里看电视，鸵鸟去超市购物。没有人类的世界始终不完美，于是第一个人类亚当和夏娃就出现了。从那以后，亚当和夏娃便开始造人，他们的家族越来越庞大。就是旁边的黑人有点古怪。当人类开始发展文明时，这个不靠谱的上帝又开始了作妖。不论任何年代，他都会动用上帝之力发起战争，哪怕到了现代社会，他还是会故意制造各种事故供他娱乐。似乎人类的灾难就是他的饭后娱乐节目。上帝还制造了各种奇葩法则，比如你需要的睡眠时间永远比闹钟多10分钟，面包片掉在地上必须是有果酱的一面着地，排队时旁边的队伍永远比你的要快。父亲每天都在戏弄人类，这让女儿小美对他忍无可忍。吃饭时，他指出父亲的不当行为，但自大的上帝却不接受不同意见，抽出裤腰带给了小美一顿爱的鞭挞。挨打过后，小美决定要靠自己去拯救人类。她问哥哥耶稣自己该怎么做，耶稣让她去找6个门徒，加上自己的12个，正好是18个。因为母亲喜欢这个数字，如果让母亲高兴，就一定会有奇迹发生。于是小美便去档案室，随机拿出6份人类资料，还把父亲给人类制定的死亡日期告诉人类。如果人类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，他们就不会继续遵照上帝的指令去生活。最后，他就来到上帝与人类的连接器洗衣机前，水温40，转速1400，设置好后，小美钻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上帝刚从睡梦中醒来，这时发现他特意安排的战争停火了，所有人类都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去做。上帝瞬间意识不妙，而此时的小美已经通过洗衣机来到人类世界。上帝的女儿通过洗衣机来到人类世界，她第一个认识的人是一个流浪汉。小美告诉流浪汉自己要写一本超新约全书来拯救人类。流浪汉以为她饿傻了，便带着她一起流浪。小美准备寻找6个门徒来一起拯救人类。第一个人就是美丽到寂寞的单身女人。整个小区有298个男人要睡她，有7个男人想跟她处对象。在其他女人眼里，她就是个绿茶婊。如此完美的女人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缺陷，在她小时候由于在地铁里跳舞，结果被疾驰而过的地铁撞掉手臂，这成了她毕生无法忘却的痛。于是小美为她安排了一场梦，在梦中女人跟自己缺失的手臂相见。第2个门徒是平庸一生的大白，他这辈子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不敢有一丝懈怠，儿时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冒险家，结果还没等到退休就收到上帝短信，只有几年可活。于是他把公文包扔进垃圾桶，决定开始新的人生。在小美的引导下，他跟着一只小鸟开始了冒险人生，相信接下来的几年一定是他最精彩的时光。就当小美出发寻找第3个门徒时，他的上帝老爹也顺着洗衣机来到人间，但与小美不同，老爹来到人间后便失去所有法力，人类世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地狱。在这里没人惯着他，上帝去垃圾桶里找吃的，结果被丐帮弟子阻拦，还教训一顿。好在教堂有免费食物，不过这里需要排队，上帝为人类设置，你排的队伍永远都比别人要慢，结果等了半天也没分到一点食物。暴脾气的上帝想要插队，结果迎来的又是一顿无情铁拳。神父赶忙过来拉架，善良的神父劝导他，上帝说我们要团结友爱，而上帝却说我可没说过那话，那都是自己傻儿子耶稣说的。结果就迎来神父的一顿暴打，这回换成路人来拉架了。看着老爹挨打，耶稣都忍不住笑了。挨了3顿打，这回上帝也学聪明了，他把目标放在没有战斗力的小孩身上，然而抢来的面包却不小心掉在地上，结果又遇到自己设定的法则，面包掉地上一定是有果酱的一面着地。就在上帝受难的时候，小美已经找到第3个门徒，他是一个只有83天寿命的老光棍。在小美的撮合下，他跟自己的梦中情人走到了一起。第4和第5个门徒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到现在都不爱自己的伴侣。第4个门徒是个杀手，从小到大都研究怎么杀死别人，小时候杀蚂蚁杀苍蝇，到大了就开始杀人。小美给了他一发子弹，让他开枪杀死下一个见到的人。杀手一枪打上去，那人竟然没死，男人当时就爱上了他，并跟他走到了一起。他就是小美的第1个门徒。第5个门徒是一个富婆，她跟丈夫就像一对陌生人，她也不知道自己看不上丈夫哪点，因为就算花钱找来精神小伙，事后富婆还是一阵空虚。小美带着她来到马戏团，在这里富婆竟然找到了真爱，一个超级富婆跟黑猩猩碰了下手，结果一人一兽一见钟情，富婆当即买下了黑猩猩。回家后，猩猩把家里弄得一团糟，但富婆丝毫不生气，反而非常享受。Tu as déjà rentré? Qu'est-ce que c'est que ce bordel?
小美开始寻找她的第6个门徒。就在这时，上帝老爹也找到了她。父女俩你追我赶，跑到河边，看着女儿踩着河面离开。没有法力的上帝也想追上去，结果扑通一下掉进河里。在人间受尽折磨的上帝想返回天堂，竟发现洗衣机通道却莫名消失。另一边，小美已经找到第6个门徒。小男孩自小体弱多病，他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女人。当得知自己只有1周生命的时候，小男孩果断换上女装，丝毫不避讳其他人另类的眼光。小男孩最后的愿望就是死在海边。小美便带着他和一众门徒来到不远处的沙滩，可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早就人满为患，因为想死在海边的人实在太多了。小美带着门徒准备在这里等死。此时，上帝乘坐的飞机突然发生故障，这也是他给人类安排的事故空难。失控的飞机急速撞向沙滩，就当所有人都要饮恨西北时，奇迹发生了，所有人的死亡倒计时瞬间消失。果真如耶稣说的那样，凑齐18个门徒便会有奇迹发生。小美的母亲确实喜欢18这个数字。当最后的晚餐里有18个门徒之后，小美妈妈竟然一反常态开始打扫卫生，结果无意间拔掉电脑电源，还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设计了人类世界。所有人都迎来自己想要的结局，残疾人有了眼镜，复活和猩猩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杀手找到爱情还有了专属结晶，唯有邪恶的上帝还在各个洗衣机厂寻找返回天堂的通道。其实上帝眼中的天堂就是他的3室1厅，而人类世界虽然有生老病死和各种不如意，但正如小美对流浪汉说的那样，人死后一片虚无，唯有这里才是天堂。